这是你绘制的宫门云图，对吧？上面有你字迹，否认也没用。这宫门云图确是我所画，但只不过是因为初入宫门，我不知方向，不辨东西。宫门地形复杂，为了方便进出，随手记录而已。随手记录，那这后面的字，你又要如何解释？宫门上下共47道岗哨，警戒日夜不断，辰时、申时、子时，3岗轮转。宫门内有2条密道，一条密道通往后山，一条密道可通往旧城山谷。吴峰可部署精锐，由此潜入，确实是为了方便进出，只是方便吴峰进出而已。事到如今，还想狡辩吗？无风习作，绝不能留，即可就地处死。主人不用帮我，是我骗了你。我的确是无风习作。白羽，你为何要走？他要出去通风报信，当然要走。你真的要走？你曾经问过我，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给？其实从一开始，我最想要的就是自由。无风也好，宫门也罢，对我来说，都是高墙之地，桎梏之所。于公子，
是我辜负了你的情深意重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阿玉。你保重。可是你已经自由，你可以离开五峰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找个踏实之人，相守一生。但相守一生之人，就不找了。我早就找到了。立即派出侍卫，封锁旧城山谷，不许任何人出国。立刻追杀云为山！给我追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刚才放走无风刺客，现在还敢阻拦，就凭你！我现在以宫门执刃的身份命令你退下。说什么？宫门执刃的话，只说一次。刚才花长老手中那把刀，是花宫刀中6把刀的其中1把，我已经砍断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通过第3御试炼，是你们名正言顺的宫门执刃。执刃之命，自然遵从。任何人不得再追捕云为山。执刃的话只说一遍。在。
我终于做到了。最后一战。为何不见宫上爵大人？听闻爵公子身体抱恙，在房间休息。那芷公子呢？芷公子在陪着爵公子。此乃执刃之意，今授予你，当为宫门尽心竭力。公子羽愿为宫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行礼。礼成。请执刃选新娘。你怎么会？你如果下不去手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终于走了，显得真是辛苦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我们说的是真正的计划吧？说给他们听的。那真正的计划是什么？算了，我不配知道。那前山的公子羽呢？你们真的不担心吗？毕竟他也是过了3关试炼的人。仅凭那几个魑魅新娘，万一牵制不住他，被他逃去后山支援怎么办？你不会以为新娘里只有云为山吧？还有谁？
还有我。有他在，我绝对放心。子怡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其实不叫子怡，这身新娘的红衣才比较适合我。雨公子，我真正的名字叫司徒红。我猜的没错，云为山，你果然背叛了吴峰。哎，雨公子，我和吴峰有约在先，只要我完成任务，就放我自由之身。以前是我身不由己，但现在我可以选了。你真可怜，还是没明白。入了吴峰，就再也没得选。可怜的是你。你是北方之王，韩一克。云为山真的把消息送进来了？不对，他是西方之王，莫启哀。看来这双飞廉比我有名。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人可以藏，脚印不好藏。你们两人里面有一个人的轻功不过关哦。看来是你。雪宫内有积雪，有脚印供你辨认，可是离开雪宫后，就是荒草蔓延，何来脚印之说？真是死脑筋啊！只要跟一段脚印的方向后，就不难看出你们要去的方向就是月宫。我只需要在去月宫的必经之路上等你们就好，只是轻功比你们好，先到一步而已。你怎么会对后山各处位置如此熟悉？地图上都写着呢，还得多谢云为山姑娘啊。只是没想到，传闻中的宫门后山，竟然是由小孩来守护。既然你们知道韩一克的苦寒内功心法对拂雪三世有压制作用，那为何韩一克不来？大名鼎鼎的拂雪三世和斩月三世，在我面前都是无用之物。而且，韩一克自然是去对付和他有缘之人。你们早有防备，你也参与其中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岳长老曾经跟我说过，
就算云雀一直在宫门，只要吴凤还存在，他这一辈子就会一直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长相厮守，必须先除掉吴凤。但这一点，我一个人无法完成。我需要你。无论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为你去做。我需要你和我里应外合，制造我偏帮你的假象。做什么？我要将云为山带回前山审问。若宫门内乱，前山后山不和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拿整个家族的性命打赌，你配得起侄儿子吗？宫门之耻！我们两个要联合演一出戏。住手！成何体统！欺骗上官乾，让他感觉到宫门内乱即将分崩离析。公子羽当选执刃之后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听命于他？愿赌服输，我不服。有些事情，只有他做得到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执刃的话只说一遍。是。我现在以宫门执刃的身份命令你退下。执刃之命，自然遵从。再让他把这消息传出去。这是出宫门的暗道，以及如何关闭暗道机关的位置。公子羽若真坐上执刃之位，那宫门离覆灭也就不远了。不如我们帮他一把。怎么帮？趁宫门内乱，召集精锐，攻入宫门，一网打尽。10年之前，宫门浩劫，但对吴凤来说，也是重创。在那之后，吴凤蛰伏多年，与其等到他们羽翼丰满，再次大举来犯，确实不如我们主动设局，请君入瓮。所以你的身份也是故意暴露？是。我不暴露，如何让你们安排妹扮演淡水新娘混进来，再一网打尽？为了好好迎接你，我们还特地选了个良辰吉日。今天就是送你们吴凤上黄泉路的良辰吉日。所谓的半月之期、至暗时刻，也是你们故意让上官家查到的吧？费尽心机，潜伏多时，正好让你们有所收获才是。绝公子真是好算计。我也想被你夸，但是好算计的人不是我。是你。我让金凡送来的鸡汤盒子里有无色无味的迷药。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也服用百草萃。当然没有，我只是为了明云守卫，不是来救云为山的。你一定很奇怪，武姬夫人为何会结成云为山身上有伤？其实，那是我要他是这么说的。你这么做，就是向云为山告诉我，上官乾也是吴凤系里，你是吴凤之人吗？我是，而且上官乾也是。没错，但我相信，你也一直对上官乾有所怀疑，只是没有实证，是吧？我曾以为你觊觎执刃之位，不择手段，甚至不惜谋害父亲。
但当我经历3域试炼，我才明白，能够通过这重重考验的，必是已经舍下自我，将守护宫氏一族、守护着旧城山谷，放在心中守卫的正义之人。虽然我不想说这样的话，但确实是我小看了你。我欠你一声抱歉。我好像也错看你了。这声抱歉，彼此就不说了吧。我需要的不是你的道歉。你要什么？我要你陪我演一场大戏。哥！快去叫几个侍卫来！快去啊！宫门内乱一直都是做戏而已，入戏太深而不自知的，只有你们无风。宫氏一族的刀尖，从来就不会向内，只会向外。公子小心，他的血有剧毒。我有百草醉，是你要小心。我时常在想，你云为山一身本领，心如玲珑，却怎么能只是个痴呢？魑魅魍魉，越往上，手上沾的血越多。可我染的都是我自己的血。余公子，你怎么样？我好像中毒了。你不是有百草醉，怎么会中毒？因为这不是毒，是蛊。你为什么要来？走。知道打不过我，但却每一招都不留生路，只求拖延时间，为你的云为山争取一线生机。蠢，可怜。
果有一天你可以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坚定地往前跑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停步。我属于日落，但你也许可以等到属于你的日出。记住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停步。日出时的天空，五颜六色的，真好看。那些绚烂的不是天，是云，五颜六色的，像云做的衣裳。云为山是个好听的名字。好听是好听，可又不是我的名字，都是假的。有什么关系？从小到大，我都叫你云为山。你就是我心中的云为山。我眼睛里最后的世界是绚烂的晚霞。爱人，你在做什么？公子，你不要乱来，那里已经乱了，你快停下。等一下，你们的真气好像在融合。
10万块钱。金发，你别哭，我不哭。你还笑？你笑什么笑？我这一辈子都留着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我再也无法成为红玉侍卫。可是，这血把绿玉染成了红玉，也算了了心愿。金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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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杀了，你快来救他！金发。你曾跟我说，剑有双刃，伤人也伤己。这把刀送给你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你，包括你自己。这把刀叫什么名字？云之羽，编织的织，云族的羽。我可否改一个字，改成知道的知？云之羽。知。毒还没有排出，只是暂时压制住了而已。公子羽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我若不这么说，你怎么会答应我把出云重演给金凡呢？你再爱他，也会挣扎纠结吧？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毒既然没有排出，但为何你的伤势好转了？阿云给我疗伤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。我和知恩的心法可以相互融合，相辅相成。融合？你所练的是何心法？清风派云锦心经。你施给我看看。神行有事，能与执刃的心法相结合，它使的是风送三世。这不是清风派的清风九世剑吗？时有太虚。清风九世剑就是风送三世，是曾经后山当中已经陨落了的风之家族所使的刀法。遇其则在明。人间难得花雪月，清风相送勿离别。这后山不是只有雪月花3个家族吗？曾经的后山当中，并非只有3个家族，而是有风、花、雪、月4个家族。风家族所练的正是风送三世，宫门后山刀法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9式，确切来说，一共有12式。雪月花3式都是进攻，唯独风家族的刀法是辅助，所以一般由执刃夫人习得，用以辅助执刃，所以你才能与执刃的心法相辅相成，内力相互补充，压制攻斗。那这么说来，如果云姑娘的心法管用的话，我就可以学会镜花3式了。没错，风系刀法可以和雪月花任意一种刀法组合成双人刀法，即风雪3式、风月3式和风花3式。云姑娘所学皆源自于无风，那为何无风的人会使用风家族的招式？难道无风中人有消失的风家人？无风，无风。公子，你们虽然用联合心法暂时封住毒性的运行，但你随时还会有性命之危，毒血攻心而亡。能得一时是一时，金凡危在旦夕，我还有时间。再说了，我若非这么做，你们怎么可能答应把出云重莲给金凡呢？哦，对了，有家伙醒了，立刻给我测真相，不然他得让这一公差里不成。公子，你连累眼红我都看着我可不习惯了。再说了，吃都吃了，还能拖出来不成？那这是还你的人情。你说不让我谢你，但我从来不喜欢欠人情。你自己打开啊，我手机都被挑断了，还指望我帮你打开？出云重莲，我看看，怎么还会有一朵？你没吃吗？我身强体壮的，这朵是留给我哥的。万一哪天我哥哥有性命之危，我谢谢啊。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我哥。这朵莲花是他的，我只是送了个盒子。
吴峰被击退，宫门危机解除，无量六火图纸也应该重新回到华宫刀中了。快去把衣服换上。我没事，但为何图纸不见了？我知道图纸在哪儿。那你不早说，还让雪虫子下水，为了个破图纸，已经死了这么多人，就别再折腾活人了吧。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吗？图纸在玉宫。干什么呢？寒鸦寺竟然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信上写了我的身世。那你先看。公子不用回笔，本就想说给你听的。原来我真的是云家女儿。云家当年生下的是一对双胞胎。难怪当时宫尚爵怀疑你身份时，拿着你的画像去离西镇，什么也没查出来。原来你是双胞胎。公子怎么自个儿拿着这许多东西，也不叫人帮一下？不用他们帮忙，都是我亲自选的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自然是喜欢的。你若是不喜欢，也不用强求，都可以不要。哪有不喜欢？八月，我喜欢你，所以真的想一生一世跟你永不分离。但是，我更盼望着你日日展颜欢悦，而不是像我母亲那样被宫门所囚困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离开宫门的话，怎么会是囚困呢？这里有你，就是世间最安宁之地。世间难得，最是心安。
没听过吗？那你还准备个小包裹？那我呢？我只是想回离溪镇看看。我本以为自己孑然一身，没有想过，竟然还会有家人。只是有些害怕。别害怕，近乡情怯罢了。只是可惜，我不能陪你回去了。我知道，你身上有无量流火的秘纹，不能出旧城山谷。我去2、3天就回来，不要担心。那我等你回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公子手里藏的是什么。你为何闭眼啊？给你拿了花绳，帮你戴上。不可以再去了。那你也不能去了。我当然不会去。不去了，只有你一个。心思何寄？探子无语。不羡天地，为云之羽。你一个人鬼鬼祟祟、神神秘秘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天大的事，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做吗？当然了，高度机密，孤胆英雄。你自己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要跟着。要去多久？差不多1个时辰吧。这么久？就不能让人远远的跟着吗？怎么了呀你？这么粘人？过来。你去。爹，你们兄弟俩呀，也别觉得我什么都不会。我虽然是个妙龄少女，但却也有一颗工匠之心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从来没把你当妙龄少女。那就好。这是精美的手套，巧夺天工，就跟我一样，有价无市。有市无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笑什么笑？叫姐夫。走了，相公，回去喂萤火虫了。因为杜鹃花的花一世，我永远属于你。
世上的来种绝浅，下笔却苦涩难言。小人爱恨太痴缠，心却留一半。我永远属于如今擦肩抹太眼，留下的瞬间，岁月的两岸我听见，门开了一扇，天越晚，心越暖，拥抱比风雪更寒，为何并肩？做火种，夜色尚浅，心却中飞蛾，潮烈火相拥。这一大早侍卫都还没起来，你就来这儿？今天是我跟阿云约好他回来的日子，我要等他。你打算在这儿等一天？少管我！自己等吧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刀锋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地狱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补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我自不悔，红尘不羁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抱进了风里，就让这风里来提笔，在心里刻下我和你，你的我的小天地。